Hello，大家好，我是奥丁志。今天这一期视频来给大家浅谈一下域名吧。老规矩，我们先打开博客看一下文章。因为后续的教程会开始偏向于实际的一些应用教程，所以如果想跟着我教程一起学习，并且希望长期的运营某一个服务的话，我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个自己的顶级域名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安全，也会稳定一些。但是从哪里买，怎么买，买一个什么域名，肯定会让有些人比较头疼，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我相信你会对域名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也会有一个大概的购买方向了。这里的话，我就先大概的讲一下。这里的话，我列举了一些大概你可能会用到域名的一些场景。一般的话偏向于个人，你的网站肯定是需要域名的，有些人的话会需要一个域名邮箱，然后的话，如果你想搭建一个自己的服务器在外网去访问的话，也会需要一个域名来访问，对吧？然后域名具体怎么去选择的话，这里我大概讲一下后缀的问题。后缀其实没有特别的意义，除非一些比较特殊用途的域名，那你可能需要去根据你的不同的用途去选择一个后缀。其他的话，一般个人使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性价比去选择就好了，因为不同的顶级域名它的那个价格会不太一样。注册域名重点关注的话还是注册商这一块。我们国内的话，主要去选择你要去注册国内的运营商还是国外的运营商，然后他们各方面都不太一样，这里我都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购买。如果你没有方向，也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我这里推荐你们无脑到 Cloudflare 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价格是成本价，在没有特殊的一些其他优惠活动的情况下，它的域名价格是最低的，然后它一些额外的免费服务是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多的，性价比最高。这里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特价的域名，这个域名后缀的话是基于它域名上的一个特价策略，所以在6位及以上的数字的域名的情况下，它的价格是一个低价折扣，最低的话只要$0.67每年。但这个价格是基于下面这个 Spaceship 的注册商。如果你直接在 Cloudflare 买的话，应该是$0.8左右，基本上差价在每年1块钱吧。这一家供应商的话，它的母公司是 Namecheap，因为它是作为子公司推出来的，推广力度会特别的大。我尝试比较了一下的话，基本上是全网最低价，所有的域名的全网最低价。它会针对不同的域名有不同的折扣，我这里放了个链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查看。然后不同的后缀的话，它有不同的折扣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然后通过折扣码去购买。当然，如果你追求一个稳定性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在 Cloudflare 去买好了。因为目前来说，因为我也没实际用过，只是有这么一个特价的活动渠道，我会先分享给大家。我自己的话，在本期视频也会去做一个试水，我会到这一家去购买一个域名尝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入。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在文章里面去更新。如果特殊情况的话，也会单独做一个视频来分享这个问题吧，好吧？今天的话，我就会以这个 Spaceship 来注册域名，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域名的购买注册过程。另外的话，我现在
主要的服务的话也都依托于 Cloudflare， 所以我也会同步做把域名托管至 Cloudflare 的教程。好了，在开始实操之前，希望大家能帮我点个关注、点点赞。每次制作这类新手教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为了尽可能的照顾小白，我都是视频和文章同步做出来的。看过我文章的应该能感受到，我会把每一个步骤都写出来，就是为了即使大家在不懂的情况下，也能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实现功能。所以我很需要你们的鼓励来支持我坚持做下去。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就请关注一下我吧，我会继续做出更多的好内容。如果觉得我做的内容不错的话，就请点赞、收藏、转发，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视频。在这里我先谢谢支持我的每一个人，感谢大家的支持。OK， 那我们现在就到 Spaceship 的教程文章去看一下。在开始实操前，我说一下为什么之前说这个注册商风评不好，但我还要拿这个做例子。首先，网上很多的风评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是利用站点的 bug， 做了一些投机，用低价买了溢价域名，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当然也不全部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注册商站点肯定是有点问题和有一定风险的，但也不会太绝对。毕竟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的案例，也没有一个全貌，对吧？鉴于这个涉及的金额不是很大，我个人评估风险不会太高，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一下。另外，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价格确实是最低的。我搜索了好几个域名，都是比 Cloudflare 的成本价都低。还有就是，它现在已经支持支付宝支付了，这个对很多没有信用卡之类的支付方式的小伙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OK，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我们先登录它的官网。这里的话，我们先要去注册一个账号，点击这里，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息自己填一下，用邮箱去注册就 OK 了。然后会根据一个邮箱的验证码登录进去。这里的话我已经注册过了，所以我直接打开我注册过的这个账号。你正常注册完的话，它就会进入这个界面。然后这里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到这边付款方式，或者点击这里支付方式进去，添加一下支付方式。诶，怎么挂了？它这个网站可能还真有点问题。等一下。OK， 跳进来了。我之前的话已经添加过了，我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的添加。他们有银行卡或者这个是国外的支付方式，另外的话添加支付宝。我们推荐有信用卡的可以用信用卡，很多我这里就演示用支付宝吧，因为会比较通用一些。这的话它会跳转到一个支付宝的一个3方链接，它会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然后就会让你输入密码做一个绑定。绑定成功之后，它就会跳转回这里，然后会出现一个这个窗口。正常你如果 OK 的话，它这个窗口好像不会关掉，它会跳出一个账单页面。账单页面的话是必须需要你去
做一个绑定的。那个地址的话，你可以填写虚拟的地址。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拉一下。对照着文章，你们可能会好看一点。等一下，我拉一下。OK， 这样会舒服一点。这个账单地址的话，你可以填写虚拟的，但是后面你在购买域名的时候，也会需要一个联系人地址。联系人地址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这个账单地址，就看你自己去选择，也可以再新建一个，因为它这个域名联系人地址会直接绑定域名嘛，看你个人选择是用虚拟地址还是真实的地址 ，OK 吧？然后我这里说的一个重新亮这个窗口就是这个，可能你就是绑定完之后，你确认完你的账单地址，这个窗口还在这里，那你就不用管它，关掉就好了。如果你再去点击的话，又会重新绑定一下，这个没有必要。绑定完成之后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你的域名了。我们直接回到主页去选择域名，然后这里的话，你搜索你的域名，就假设我搜索一个。就把这个拉大一点。这里因为我绑定的是模式，所以它直接显示人民币了。然后这里的话看到是13.5块，对吧？因为它不是数字域名，所以它价格会高一点，不是最低价。我们可以先加入购物车看一下。OK， 它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对吧？我们再来搜一个数字域名。OK， 这里看就只要4.8块了，对吧？我们也加入一下。你加入成功之后，你可以直接点这里的查看购物车，也可以直接点这里的购物车，直接进去。这个话是一个补充订单，就是看你有没有需要的服务。我们只要域名的话就不需要，点击继续就可以了。然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你的域名的状态，对吧？它这里是一个默认的折扣，然后一些信息。如果你要修改的话，你到这边来定制。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用促销码的，来看一下，这里 XY 对吧 ？XY 在5，我们可以尝试给你看一下。哦，因为我这里开了代理，所以它就这里忘了给大家说明一下，在代理情况下它是不能用这个促销码的。那我们点进去，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吧。我们回到这里，如果正常用促销码的情况下，这一个域名应该是0.8美元，对。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去定制，直接去注册几年。现在这个高级域名的话，你最开始注册只能1年，但你可以到后面去设置延续9年，对。然后其他普通的域名的话，一般你都可以去直接注册个10年。然后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自定，可以设置一下自动续订。确认没问题之后，就直接结账就可以了。然后它会需要你去选择一个支付方式。如果你没有像我之前一样先去把支付方式绑定好的话，这里它就会让你先去添加支付方式，确认没问题，点击支付就可以了。我这边之前买过了，所以这里就不买了。然后你支付完成之后，它就会跳出这个页面，你购买成功的页面，然后这里会有你购买的域名，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解封。这个解封的话，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快速设定的一个程序吧。对，你点击解封之后，会进入一个快速设定的程序，让你去开箱这个域名。对，你可以点击开始，然后就会进入这个域名的一个管理页面。但如果说你不小心把这个管理页面关掉了，对吧？那我们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账号的管理页面去，然后点击这里的域管理器，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的域名，对啊。然后你可以点击这里的连接。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域名，那你点击这个链接的话，会回到刚刚的这个页面，不对，是这个页面，让你去重新做一个开箱的操作。但是我已经开箱完成了，所以它直接会跳转到这个管理页面。但其实这个开箱操作不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域名，在这里做一个快捷的设置。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基础的配置了。其实到现在这里的话，整个域名已经购买完成了。现在的话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 DNS 解析。如果你不希望去托管到其他的第三方的话，那你直接可以用它的自带的 DNS 去添加一个 DNS 解析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但是我的话都是会去托管到 Cloudflare，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同样有需求的来教你们一下如何托管到 Cloudflare。其实就到这边来，我这里的话因为已经就是托管过了嘛，正常的话它默认是 Spaceshift 服务器，我们选择这个自定义服务器，然后去添加 Cloudflare 的服务器就可以了。然后 Cloud 服务器的话，就跟之前其实托管的教程是一样的。我这里大概演示一下吧，就是先去添加域，然后我们需要把我这个域名就随便写一个吧。它可能解析不到。那我们这里之前托管过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托管试一下。OK， 它可以。这里的话就是选择免费的一个服务，点击继续。它会扫描一个当前的那个 DNS 解析记录。正常你如果是新建的，因为它会先去自动匹配你的默认的服务器，它会有 DNS 记录，所以你要把它全部选中去删除它的记录，知道吧？然后我们这里因为不需要，所以我们这里先不去，因为我们测试嘛，前往激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里的服务器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保存设置就可以了。保存设置之后，我们点击继续，然后去检查它的服务器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添加操作就完成了。我们这里把这个删一下，因为我已经托管到我的另一个主账号去了。OK， 那这里的话，基本上一个基本的 DNS 解析就完成了。这里的话有一个选配操作，
如果你是用于自己去主力域名的话，我建议你们添加一个 SSL 的配置。就假设我这个是免费域名嘛，我之前都没有配置过，因为我主要是用来测试用的。为了提高它的安全性的话，我们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下。默认的加密都是灵活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配置，把它改成完全的。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的访问安全。你点击保存，然后下面的话再去边缘证书看一下。正常托管到 Cloudflare 的证书，它都会自动去帮你托管管理，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管它。然后我们这里需要开启这个始终使用 HTTPS， 这样的话，所有指向你这个域名的，它都会默认重新定向到 HTTPS。这样的话，你的访问链接会更加安全一点。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设置的，所有的域名都建议去这样设置一下。对 ，OK， 这样的话，整体的配置就基本完成了。托管到 Cloudflare 的域名的话，你要去做 DNS 的话，就到你的域名下面去做添加 DNS 记录就可以了。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去跟大家再具体的操作了，对吧？然后基本的教程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最后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转发，谢谢。